你知道京都的肚脐眼在哪里吗？你看过金色的鸟居吗？你相信有可以旋转的神社吗？这些听起来有点像都市传说的奇景，其实都真真实实的存在着。只要你稍微转个弯，就能从大家熟悉的观光景点踏入隐藏在巷弄间的神秘结界。欢迎来到一期一会幸福案内所，我是各位的向导 Walker。 说到京都的二条城，大家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德川家康的威严，或是大正奉还的历史舞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这里，只为了一睹将军家的荣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座巨大城池的阴影之下，隐藏着京都最古老也最强大的灵力结界。今天的一期一会幸福案内所，不带大家去挤二条城，我们要深入这周边的巷弄，寻找3座拥有唯一称号的神秘圣地。我们会先前往平安京的几何中心六角堂，寻找传说中的京都肚脐眼，那是这座城市1000年前的原点。接着去参拜求财圣地玉京神社，这里有着京都唯一一座闪耀着金色光芒的鸟居，揭开关于财富与欲望的真相。最后我们将踏上一座通往古代禁院的朱红莲桥，那里栖息着呼风唤雨的龙神，还有一座全日本唯一会旋转的神秘神社。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一起拨开历史的迷雾，探索二条城周边那些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里京都。第一站，我们将前往由圣德太子创建，同时也是日本华道持方发祥地的六角堂。では、行きましょう。要前往六角堂的话，可以搭京都市地下铁至乌丸御池站；若从大阪过来的话，则可以搭阪急电车至乌丸站，再步行约6分钟便可抵达。从京都站搭乘京都市地下铁至乌丸御池站，车程大约5分钟。抵达后从5号出口出站，接着步行约3分钟，便会抵达六角堂的入口。从5号出口出来后便往回走，走没多久便会遇到十字路口。通过路口后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再走没多久，左边会看到一栋名为 West 18的大楼，它的1楼是星巴克以及全家便利商店。接着我们在全家旁边的路口左转，很快的就会看到六角堂的山门了。在京都最繁华的办公商圈乌丸御池的高楼丛林里，藏着一座比平安京历史还要悠久的古刹，这里是紫云山顶法寺。不过京都人几乎不叫它的本名，而是亲切地称呼它为六角堂。大家看看本堂的屋顶就能明白原因了。这独特的六角形建筑象征着佛教中的眼耳鼻舌身意这6种感官。我们来到这里参拜，便是祈求能将这6根所产生的棱角与烦恼磨得圆满清净。走进境内，请先别急着往本堂走，在我们脚边有一块被慎重围起来，中间有个小孔的六角形石头，这就是传说中的肚脐石。这块看似不起眼的石头，可是大有来头。据说在平安京迁都时，原本六角堂的位置刚好挡在了规划的道路中央，桓武天皇为此烦恼不已，并虔诚祈祷。没想到整座本堂竟然在一夜之间神奇地向北移动了约15公尺，把路让了出来。而这块留下来的石头就是原本旧本堂的基石，因为它位于平安京的几何中心，所以被称为京都的肚脐。站在这里，你就是站在了这座1000年古都真正的心脏地带。在感受完城市的中心点后，我们把视线转向境内的这一角，这里伫立着16罗汉像，大家仔细看他们的表情，每一尊罗汉都带着开朗温柔的笑容，这在佛教中被称为和颜爱语，意思就是用温和的脸孔
充满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他人。在这个节奏快速的现代社会里，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角落，看着他们的笑容，让紧绷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尊很特别的一言地藏，总是歪着头，仿佛在专心倾听你的烦恼。据说只要专心许下一个愿望，就会非常灵验。绕过本堂，我们会看到一片宁静的池水，这里是圣德太子沐浴的古迹。传说飞鸟时代，圣德太子为了寻找建造4天王寺的木材来到这里，曾在这个池塘沐浴。太子将护身佛挂在树上，结果佛像生根不动，表示愿留在此地度化众生，这才有了六角堂的建立。而当年负责供花的僧侣，因为住在池畔的僧坊，被称为池坊，这也正是日本花道的起源地。在离开之前，我要分享一个欣赏六角堂的隐藏视角。如果站在地面上，其实很难看清楚六角形的全貌。这时从眼前这道门前往隔壁这栋名为 West 18的大楼，这栋大楼的名字来自六角堂是西国33所第18番闸所的典故。你可以搭乘里面的景观电梯，从那里透过落地窗往下看，你就能完美的看见六角堂层层堆叠的几何之美，感受这座被现代建筑温柔包围的千年奇迹。那么接下来就来介绍授予品吧。首先看到的是洛阳33所观音灵场玉珠印，这是为了代替参拜困难的西国33所，而在京都市内选出来的33间供奉观音的寺院。玉珠印中间写了六角堂3个大字，右上角的珠印为洛阳一番，这代表六角堂正是这条巡礼古道的起点。中间的六角形珠印当中，则是代表六角堂的本尊，也就是如意轮观音的火焰梵字印。接下来看到的是西国33所的玉咏歌，六角堂的编号为第18番。左侧这张优雅的水彩插图，它以鸟瞰的角度，细腻地描绘了六角堂的双层六角屋顶，静静地矗立在京都闹区的一片翠绿之中。而右侧这首玉咏歌，正是这座寺庙带给世人的最美祝福。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深思自己的内心，那里有着如同六角形般的尖锐棱角，我诚心祈求，希望这些棱角最终能化为圆满。所谓的六角，在佛教中象征着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所谓的六根。这座建筑的六角形状，其实就是在提醒参拜者，修行就是将我们内心那些因为欲望或执着而产生的尖锐棱角，磨得像圆形一样圆润平滑。参拜完本堂，视线定会被绿意盎然的结缘六角柳吸引。相传嵯峨天皇受观音梦示，在柳树下遇见命定之人，使此地成为求良缘的指标。左边这款六角柳手将千年缘分浓缩于锦缎，最特别的是内部放入了神圣柳树的枝条，精致刺绣，勾勒出柳叶摇曳姿态，保佑不仅限于恋爱，更包含朋友与工作等所有良缘。柳枝柔软却具韧性，象征各类人际关系都能如柳枝般坚韧且圆满。在六角堂随处可见不怕人的鸽子使者，右边这款咕咕鸠手便以此为原型，白胖身躯配上蓝色花纹翅膀，展现温润的手作之感。鸽子象征着幸运与平安，吊饰上的金色铃铛随风轻响，如同鸽子的低语祝福。贝卡衬托着标志性的垂柳，象征祝福根植于这片土地。带上这只可爱小鸽子，就像带回京都的一抹暖阳，随时提醒您，生活中的小幸福其实一直就在身边。来到六角堂，目光总会被优雅的玉杏樱吸引。左边这款玉杏樱手打破传统，采用象征本堂的六角形设计，沉稳的黑底部上，细腻的以粉色与金线勾勒出樱花盛开的灵动感，展现京都独有的成熟美学。除了招福开运，最特别的是祈求诸意上达。身为华道池坊发祥地，此玉手特别守护创作者的记忆与灵感。挂上这枚带着清脆铃声的玉手，
让艺术之神随时为您的精进与创作应援。在六角堂境内漫步，除了柳树，也能见到结实累累的南天竹。右边这款南天手正是取自大自然的守护，锦缎内实实在在地放入了南天竹的果实，其名称由来直观，而含义则源于巧妙的谐音。南天与日文转化困难发音相近，因此赋予了转难为福的美好寓意。玉手采用象征本堂的六角形设计，红白绿的配色清爽且充满生机。当生活遇到瓶颈，这枚装载真实果实的南天手将提醒您，只要心念一转，眼前的困境正是福气的开端。接下来左边这款是六角堂最具代表性的幸福揪神签，外形呆萌又疗愈，圆润的白色桃身，翅膀点缀着蓝色与金粉，胸前显眼的红色六角封印，代表来自京都中心的祝福。小鸽子双脚抓着洁白的牵丝卷轴，仿佛亲手为您递上未来指引。鸽子是传递喜讯的使者，读完签后不妨将它带回家，这只圆滚滚的幸运鸽会随时提醒您，保持心灵圆满，幸福其实就在身边。再来右边这款是专为良缘设计的幸运链神签，采用优雅的吊饰形式，小白鸽洁白的翅膀点缀着点点金粉，在光线下闪耀着纯真光芒。包装上的心形窗口搭配印有链字的折叠签诗，为您指引未来的邂逅与幸福方向。在结缘冥所六角堂，这只精致的小鸽子就像恋爱精灵，祝您系住命定缘分，随时迎接圆满美好的惊喜。接下来左边这款世方称为一愿成就的祈愿鸠，它并非占卜神签，而是专门祈求心愿的媒介。您可以将心中唯一的愿望写在附带的白纸上，卷好后塞入鸽子底部的小洞，象征将心愿交托给使者。随后将小鸽子供奉在本堂周围，看着成排粉白相间的小鸽子静静守候，画面既神圣又疗愈。无论是供奉在此或带回家，这只带着红字印记的小鸽子都是这段京都之旅最温暖的见证。最后右边这款圆形的鸠会马，集结了六角堂所有的象征元素。画面中央的白色小鸽子栖息在绿柳后方，与红、黄、绿、紫、白各色六角印记相辉映，展现出活泼的和风美学。圆形外观象征圆满，正好呼应了磨平内心棱角的修行哲理。您可以在木质纹理分明的背面写下心愿，不论是挂在寺院加持，还是带回家作为纪念，这份沉甸甸的质感都是您与这座千年古寺最美的连结。六角堂到此已介绍完毕，画面中是寺院的基本资讯供您参考。接下来将带各位到拥有全京都唯一耀眼金色鸟居，其求财运极为灵验的玉金神社。要前往玉金神社的话，可以搭京都市巴士至枯川浴池，或是搭京都市地下铁至2条城前。从六角堂出发的话，步行约14分钟即可抵达。从六角堂出来后，先往右走，走到十字路口后便右转，走没多久遇到十字路口后，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准备到对面。过了马路之后便往右走，接着左转进入一条小巷，走大约4分钟后，右边会看到一间神社。这间看似平凡的高松神明神社，曾是原高明豪宅高松殿遗址，它正是光源氏的原型之一。此地更是后白河天皇即位地，与保元之乱的指挥部。最特别的是供奉着智慧地藏，它曾是真田幸村被流放时随身的念持佛，更是神社中罕见的神佛习合遗迹。传说触摸地藏堂台座，再抚摸孩子头部，就能获赐战国智将的智慧与勇气。接下来我们来看授予品，
左边这张通常玉珠印，简洁中透着平安时代的优雅。正中央醒目的五瓣樱花印章，呼应着这片土地曾作为大贵族高松殿遗址的风华。左上方特别注记了高松殿旧迹，见证此地从原高明宅邸到后白河天皇即位地的历史变迁。而最右侧那个憨态可掬的小印章，正是刚才提到的真田幸村念慈佛智慧地藏。这张玉珠印将平安贵族的气息与战国英雄的灵力一同浓缩在这一纸墨色之间。再来右边这张渊源人物玉珠印，绝对是收藏控的首选。淡绿色的底纸散发着优雅的气息，最吸睛的莫过于右侧排列的3位传奇人物。上方是元高明与元明子父女，带着我们梦回源氏物语般的平安风华。下方则是威风凛凛的真田幸村，象征着战国智将的勇气传承。这一纸墨色巧妙地让不同时代的英雄与贵族在此同台，将千年的历史印记与灵力一次收藏，是来到这座隐藏版神社最华丽的见证。接下来这张御社殿古图玉珠印，宛如一张穿越时空的历史地图，背景图案源自宽政9年的御社殿之图，细腻地还原了高松殿旧基当年的壮阔格局。画面上特别标注此地为保元之乱的相关地，让人联想起后白河天皇在此即位，指挥军队的激荡岁月。这张珠印不仅是参拜证明，更像一件珍贵的微缩画作，将京都千年的兴衰与优雅风华一并收藏进您的珠印帐中。最后这款珠苑成就绘马，鲜红色的五角造型非常吸睛，绘马下方印有真田家的6文钱家纹，而最上方的燕京纹则是设计的核心。最特别的是，这只象征吉祥的燕京是可以拆卸下来的，您可以将愿望写在绘马本体，挂在神社，再把这枚精巧的小燕带回家，当作玉手随身携带。这份能带走的祝福，让祈愿多了一份跨越时空的参与感。画面中是神社的资讯供您参考。补足智力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充满财力的地方了。从神社出来后便往右走，走到第2个路口时便右转。没多久便会来到非常宽广的玉池通。过了马路之后，沿着前方小巷的左边走，接着马上就会看到神社入口了。在京都近1000座神社中，这是唯一一座拥有黄金鸟居的神社。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是不是让你瞬间觉得财气逼人呢？眼前这座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色鸟居，其实它原本是木造的，后来改为石造，最后在2006年由京都老字号的金箔店捐赠贴金，成了现在闪耀的样子。很多人看到玉金2个字，直觉就想到钱，但其实这里原本供奉的主神是金山皮古命，他最早是守护矿山、矿物以及金属的神明。无论是农耕用的锄头、武士用的刀剑，甚至是现代工厂的机器，凡是跟金属有关的都归他管。那为什么后来变成了财神呢？这是因为这附近的2屉町通，在江户时代曾经是德川幕府发行货币、金银工匠聚集的地方。久而久之，大家就把对金属的崇拜转化成了对金钱流通的祈愿。或许您曾听说过玉金神社这里可以洗钱的说法，也就是有人会把钞票或硬币拿到这里的守水社冲洗，希望能钱滚钱，因此在守水社可以看到放置了竹筛。不过其实这是参拜者自发性的行为，并不是社方推崇的做法。而在疫情之后，为了卫生与维护水源的清净，社方已经将竹筛收了起来，希望能让守水社回归到它原本的作用，也就是净化我们的身心。参拜完本殿后，请抬头看看这棵高大的银杏树。这棵树树龄超过200年，是这里的神木。到了秋天，整棵树会变成耀眼的金黄色，落叶铺满地面，就像金砖一样。这也成为了玉金神社的另一个象征。你看旁边这些挂得满满的绘马，
全部都是银杏叶的形状，上面写满了大家的愿望，从中头奖到股票大涨。这里或许是全京都欲望最赤裸也最真实的地方。虽然神社不大，但这里凝聚的愿力却非常惊人。有人说金钱是能量，其实参拜也是。我们来这里不只是求钱从天上掉下来，更是祈求自己能像金属一样经过锤炼，最终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么接下来就来介绍授予品吧。首先看到的是玉珠印。玉京神社目前只提供书制的玉珠印，左边这款是通常玉珠印，最醒目的莫过于正上方闪耀着金箔光泽的金色鸟居印章，与神社现场那座全京都唯一的金鸟居完美呼应。中央豪迈的金字圆印与苍劲有力的书法，仿佛将强大的财运直接封印在这一纸墨色中。无论是追求事业发达，还是金运亨通，这份带着耀眼金光的玉珠印绝对是此行最吸睛的纪念。再来右边这款金箔玉珠印，它不只是视觉的响艳，更是职人运用传统金箔装饰技法，一张一张手工制作而成的艺术品。它以玉神木银杏为形，银杏自古象征繁荣与长寿，其八方展开的叶片更寓意莫广，代表好运将如扇形般无限扩张。黄金的辉煌不只象征富贵，更具备驱灾辟邪与注入活力的力量。每一份珠印都承载着神社的真挚祈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能日趋繁茂且收获丰盈。这不仅是绝美的参拜证明，更是将职人的温度与强大的能量一次收藏。接下来左边这款金运玉手，是将玉京神社的财气随身携带的最佳选择。这款玉手绣满了极其精致的宝镜纹样，这是一种由各种传统吉祥宝物组成的图案。您可以看见米白色锦缎上运用大量金线，勾勒出层次丰富的刺绣，在光线下闪耀着奢华而温润的光泽。中央绣着醒目的金运玉手字样，象征着守护您的财富与繁荣。这枚玉手不只是一份祝福，更像是一件精美的随身艺术品，让招财进宝的愿力与您时刻相随。再来右边这款纳福钱包，是玉京神社极高人气的开运神物，亮橘色外层绣着大大的福字与吉祥纹样，内层则压印了闪耀的金色圆章。这是一款专门用来存放存折、新钞或彩券的开运包，象征将珍贵财产收纳在神明的加持中，祈求良好的金运良缘。每一件都由职人手工进行烫金制作，由于产量有限，因此时常供不应求。想让财气更稳固吗？不妨将您的梦想与财富收进这份充满职人温度的守护里。接下来左边这款玉金手，以玉神木银杏叶为造型，由缩缅职人精致的手工缝制而成。银杏象征着繁荣与长寿，其叶片向八方展开的形状被视为莫广，在日本文化中代表着运势越开越阔，大吉大利。黄色织布压印着鲜红的金字，配上五彩编织绳与金色小钱币，处处透着招财进宝的气息。带上这份职人手作的温暖，让您的金运如同神木般繁茂生长，好运连连。再来右边这款大金手，设计成超可爱的口金包造型，直观地象征着收纳财富。这款玉手有多种色泽与图案，满足不同风格的选择。精致的织锦缎面上绣着闪亮的红色金字，搭配金色铃铛与小钱币，拿在手上既有分量又充满财气。这款玉手不仅外形讨喜，更寓意着财源广进且能守住财富。选一款最投缘的花色，让这份随身的小钱包为您招财进宝，守护每一分福气。接下来左边这款银杏叶造型的玉金神签，光是亮眼的金箔色泽就让人财气满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签诗中包含了极其罕见的大吉，绝对是强运者的终极目标。抽签时不只能获得运势指引，里面还附赠一个精致的金色缘起物，非常适合放进钱包随身招财。来到玉京神社一定要试试手气，看这片金闪闪的银杏叶能不能为您衔来那份传说中的顶级好运。最后右边这款银杏绘马，完美还原了境内神木的叶片造型，
银杏象征着繁荣与长寿，其向八方开散的形状更具备莫广的吉兆，寓意好运将会如扇形般越走越宽广。整片绘马闪耀着财气逼人的金光，搭配中央鲜红的金字印记与开运金运的字样，光是拿在手上就觉得气场十足。将您的心愿寄托于此，让这份来自京都的金色祝福，祝您未来的事业与财富都能如秋日的银杏林般灿烂丰收。玉京神社到此已介绍完毕，画面中是神社的资讯供您参考。最后一站，我们将前往曾经作为天皇禁院，并传说源义经与禁欲前在此相遇的神泉院。要前往神泉院的话，可以搭京都巴士至神泉院前，或是搭京都市地下铁至2条城前。从京都车站出发的话，也可以搭乘 JR 电车至2条站。从玉京神社出发的话，步行约11分钟即可抵达。从玉京神社出来后往右走，接着走到玉池通便右转。走没多久，便来到与枯川通交汇的路口，右前方可以看到2条城。通过马路后往左前方前进，接着转向右边的人行道，走大约4分钟左右，便会看到神泉院前的巴士站牌。通过站牌后，右边就会看到神泉院的入口了。大家来到神泉院的南侧入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座鸟居。这里明明是隶属于东市真言宗的寺院，门口却立着鸟居，这正是日本古代神佛习合文化的见证，象征着这里不仅是佛门禁地，更是龙神守护的神圣领域。走进鸟居后，右手边有一座非常不起眼，但却是全日本绝无仅有的神社——惠方社。它是日本唯一一座会旋转的神社。每年除夕夜，住持都会亲手转动神殿，让它精准地朝向那一年的惠方，保证你拜的方向绝对是当年度最强运的方位。接着往前走，我们来到了供奉龙王的善女龙王社，这里有着呼风唤雨圣地的称号。传说西元824年日本大旱，纯和天皇下令让东寺的空海大师与西寺的守敏僧都进行祈雨对决。结果空海大师在此请来了善女龙王，成功降下甘霖，从此这里就成了龙王的家。据说那位龙王至今仍栖息在池水深处。善女龙王社旁边的这座虹桥称为法城桥，民间相传走过这座桥时，若心中专注默念一个愿望，龙王就会保佑您心想事成。走过虹桥后，前方这座庄严的建筑便是神泉院的本堂。站在这里，放眼望去，这片宽阔的法成就池，它不只是美景，更是整个平安京目前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宫廷庭园遗迹。1000年前的天皇看的就是眼前这片水景，池中这艘色彩鲜艳的龙船龙王丸，它是为了重现平安时代皇室贵族在禁院内游玩赏花、举办水上宴会的雅致场景。当时的贵族会在龙头船上吟诗演奏，而现在的龙王丸则主要在每年5月的神泉院祭或中秋观月会亮相，有时也会开放民众体验，让大家以天皇的视角静静感受这座千年庭园的灵动美感。除了龙神与旋转神社，神泉院还是京都最盛大祭典祈源祭的发源地。西元869年，日本爆发严重瘟疫，为了平息怨灵与疫情，朝廷在这里竖起了66只长矛，代表当时日本的66个小国，举办了名为御灵会的仪式。这场仪式就是岐原祭山谋寻行的起源。很难想象吧？现在这个安静清幽、只有水鸭划水的庭园，竟然是那场热闹祭典的起点。此外，这里也是源义经与禁欲前相遇，并展开悲恋传说的舞台。从天皇的后花园、高僧的斗法场、
到平民祈求消除瘟疫的圣地神泉院的水面，倒映了京都1200年的喜怒哀乐。下次参观完2条城，别忘了过个马路，来这里走过虹桥，向唯一的旋转神社祈求今年的好运。那么接下来就来介绍寿鱼品吧。首先，这款竹内七凤奉纳画玉珠印章，封面重现了近代日本画重镇竹内七凤的珍贵奉纳画。1887年初出茅庐的七凤，为祈求画业大成与家族于料理店的繁荣，向神泉院奉纳了这幅作品。画中生动描绘了龙神驾临神泉院的神圣景象，身旁环绕着侍女，还有鲤鱼、鲶鱼、青蛙等水中精灵伴随，展现出大师早期便具备的细腻观察力与灵动感。这不仅是一本朱印账，更像是一件流动的艺术藏品，让您随身收藏大师成功的起点与对龙神的虔诚谢意。接下来这张圣观音玉珠印，背后藏着一段皇室的优雅传奇。中央醒目的圣观音书法，指的正是一尊极其特殊的佛像。根据官方记载，这尊观音像是依据后光明天皇亲笔书写的文书所打造而成，因此朱印右侧特别注记了这份珍贵的渊源。下方鲜红的龙纹印章巧妙呼应着神泉院的龙神守护，让这份墨宝不仅展现佛法庄严，更充满了皇室加持的强大灵力气场。再来右边这张善女龙王特别玉珠印，以耀眼的金色底纸展现出龙神的高贵气场。正中央苍劲的善女龙王字样，呼应着当年弘法大师在此祈雨感应的传说。右上方的甘雨2字，象征着滋润大地的及时雨，也代表着丰饶与生机。右下方的朱印更标注了弘法大师请雨圣迹，见证神泉院作为守护水源圣地的千年历史。这份朱印将龙神的灵力与黄金的辉煌合而为一，绝对是追求好运增长、生活顺遂的强大守护。接下来这张易筋宫特别玉珠印，带领我们遇见传奇战神源义经。画面右侧，他身披红甲，威风凛凛。印章上醒目的九郎判官义经，记录了他的荣光与身世。九郎源自他在家排行第9的通称，判官则是他立下战功后受封减妃为使等职位的正式官衔。这份称号也演变成日后判官必息一词，代表后世对这位悲剧英雄深切的同情与爱戴。右上方的梵字康，象征易筋宫当年曾亲自参拜的不动明王，传递着英雄的力量与信仰。搭配鲜红的龙纹印章，这份朱印将史诗历史与神明守护交织在一起。收藏这份印记，仿佛能听见那位战神在灵泉畔祈求圣运的低语，是来到神泉院绝不能错过的历史见证。再来这张禁欲前特别玉珠印，重现了神泉院最动人的传说。右侧生动描绘了身着白拍子服饰、舞姿曼妙的禁欲前。所谓白拍子，是平安时代一种英姿飒爽的反差表演。女性舞者会穿上男性的白色水干，戴上乌帽子并腰挂太刀，展现出男装丽人的独特美感。而禁欲前之所以被封为日本第一白拍子，则源于西元1184年京都大旱。当时后白河法皇召集100位白拍子祈雨，前99位都宣告失败，唯独身为第100位的禁欲前，其舞步成功感应了善女龙王，降下了连下3天的甘霖。因为这场神迹，他获得法皇敕封日本第一白拍子的称号。朱印上的红字也印证了这份荣耀。收藏这份朱印，就像将这段融合了奇迹、坚毅与优雅的祈愿之舞，永远留存在心中。接下来左边这款惠方手，是守护旅人的最佳良伴。深蓝色的织锦布面上，以金线绣出显眼的惠方手字样，展现出一种沉稳且神圣的力量感。这枚玉手主打幸福招来与交通安全，最特别的是，只要随身佩戴它，无论您身在全日本的哪个角落，都能获得掌管年度即位的岁德神庇佑。这份不受地域限制的守护，让您在未来的每段旅程中都能拥有满满的安全感与拨云见日的好运。最后右边这款辩才天玉手，来自守护着神泉院法城池畔的水之女神。
玉手提供紫、红、水、蓝3款选择，织锦缎面上绣着优雅的樱花与波纹。这款玉手能保佑乐艺精进、除灾招福，以及提升沟通魅力的辩才无碍。无论您是追求音乐之路的突破，还是希望人际往来更加圆融，这份来自灵池畔的祝福，都能为您注入如流水般顺畅的智慧与福气。神泉院到此已介绍完毕。若您喜欢本期影片的话，请帮忙按赞和分享。下期我们将继续介绍2条城周边的4社。若不想错过下一期影片的话，就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咯。